你们怎么来了？这孩子怎么连个妈都不叫了？亲家母来了。哦，这不小闺女了吗？就带她弟弟过来看看她。你看冰玉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喝的牛奶，还给你买了花呢。爱喝牛奶的是弟弟，我乳糖不耐受，从来不喝牛奶。还有这个花，应该是弟弟毕业学校送的毕业礼物吧？校徽都不挡一下。啊，那可能是我记错了。你也是知道你弟弟毕业了，也不打个电话过来。哦，风瑞毕业了，冰玉刚升职，工作比较忙，咱进来聊吧，沙发上坐。哎，现在工作不好找，这大学毕业了都找不着工作。我这小儿子啊，也是进市里找了好几次工作都碰壁了。冰玉，你都当经理了，你在公司应该也算能说得上话，要不你跟你老板说说？亲家母，这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如果冰玉刚当上经理就摆架子，往公司里拉关系，以后怎么好服众呢？是不是啊？就是啊，再说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？现在市里有很多单位，听说都招不到人呢。那都是血汗工程，打工岗位，纯靠卖体力、加班才能多拿钱。像人家那坐办公室的白领，都是走后门进去的。你凭什么看不上人家体力活？不过就上了个普通大学，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，有工作就不错了，别总眼高手低。你看隔壁泽航，初中刚毕业就进了工厂，我大学读了4年，我要跟他一样进了工厂，工资不如他，待遇不如他，我还有脸出门见人吗？那你在家啃老就有脸了。你那么会学习，你怎么不去考一个公务员呢？你以为考公务员像吃饭喝水那么简单啊？行了行了，那你弟弟说的也有道理。这大学毕业了还去当工人，那咱这大学不就白读了？既然你不愿意帮你弟弟安排工作，那我们就想办法找别的单位。你以后每个月再给家里多打3000块钱，我们也好托关系送礼。亲家母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风瑞上大学一直都是冰玉借债供他读完这4年书的，这怎么现在都毕业工作了，还让冰玉掏钱呢？现在花点小钱不算什么，以后丰瑞要是结婚娶媳妇儿，那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。丰瑞有了好的工作，那将来彩礼钱他也能少拿点，不是？总之啊，是稳赚不赔。是，你们是稳赚不赔了，吃亏的人是我。你们俩人从进门到现在，明里暗里的跟我要钱，却绝口不提怎么偿还我这么多年供弟弟上大学花的钱。看来这书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你怎么说话呢，李冰玉？当个经理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别以为当个经理就可以六亲不认了。你天天在婆家吃香的喝辣的，你管过我，管过爸妈的死活吗？你要这么说，那咱来算笔账吧。大学4年，学杂费4万，生活费大约8万，放假回家差旅费加装饰费差不多20万。这个数我可没有多算，我自己都没有上过大学，却要挣钱来供你读书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是丰瑞的姐姐，你俩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，身体里流着相同的血，就凭这点儿，你这辈子都没法改变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法律上可没有哪条规定说姐姐有赡养弟弟的义务。冰玉之前供养丰瑞是出于情分，但这份情在你们今天找上门来威逼利诱他之后不存在了。行，就算你不用管你弟弟，那你也要管我和你爸爸。我们生你养你，你必须赡养我们，给我们掏钱养老。父母丧失劳动力和生活贫困，才有让子女赡养的权利。你们目前还不符合。就算赡养了又怎么样？我之前每个月给你们的赡养费，你们可是转手就给了弟弟。既然你们用不上，那从今天起，我绝不会再汇1分钱。行啊你现在可真是翅膀硬了，连自己的亲爸亲妈都不管了。你把我们当一家人了吗？你还配姓李吗你？尊重都是相互的，你让冰玉把你们当家人，可你们又是怎么对她的？冰玉嫁到我们家，那也是我们家的一份子，你们不疼她，我疼她。她既然叫我一声妈，那以后就是我的亲闺女，跟你们不再有任何关系。冰玉，你确定要和我和你弟弟断绝关系吗？我对这个家早已经失望透顶了。如果不是我婆婆帮我还清债务，对我关心照顾，我真想象不到自己还能在你们的压榨下活多久。既然风儿现在有能力赚钱了，那以后
就让他来替我尽孝吧。好啊，好你个不孝女啊！今天我非打了你的！这是我家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你好意思骂冰玉不孝？家养了16年，他养家17年，家养他1口，他养家3口。他为了养家，放弃学业，失去前途，贡献的都是他实打实的血汗钱。他不孝，那请问什么才是孝道？口头孝子，香火孝子，谁不会呀？我今天还就不惯着你们了。听好，以后你们休想在冰玉这拿到1分钱。要是有什么不满，我欢迎你们上法院起诉，我会永远站到冰玉身后，奉陪到底。我老婆现在上厕所都不关门，我真受不了她了。不会吧？自从她生完孩子之后啊，那是一点形象都不注意了，天天在家头也不洗，脸也不洗，还一身油烟味儿。唉，幸亏我现在都跟她分房睡。弟妹阿姨，啊，小薇来了。你慢慢喝，我回去休息一下。哎，别看现在我没工作啊，就冰玉做的那个工作，一个月挣这么多呢。这么多啊？要不然我早就跟他离了。慢点啊，我过来了啊。妈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过来。怎么了，妈？你知道夫妻在外有4不讲吗？第一，不讲家庭矛盾，因为快乐分享错了人，就成了显摆；难过分享错了人，就成了笑话。你以为你讲的是自己的难处，但别人听到的就是笑话。我好像也没说什么吧？这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，你和冰玉之间的问题，你俩自己最清楚。你跟别人讲，是指望别人给你出谋划策吗？其实这只是雪上加霜，因为没有人会帮你解决问题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第二，不讲家庭收入，因为你说多了别人会来借钱，说少了别人瞧不起。第三，不讲对方的缺点和短处，因为好坏都是自己的选择。第四，不讲夫妻之间的私生活，因为人人都有窥视欲。但你今天跟小薇吐槽冰玉，你尊重过她的隐私吗？妈，我今天就酒喝多了一点，然后嘴就多了，就随便说了2句闲话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别总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。我告诉你，聪明的男人会体贴老婆的不容易，只有无知的男人才会嫌东嫌西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